在上一集，我獨自快閃了里斯本24小時，還探訪了許多人會錯過的寶藏小鎮 Fatima。這是葡萄牙旅行的第2集，而今天的重頭戲是我個人私心最愛的歐洲城市波多。這是一個不用濾鏡、現實場景比完美照還要漂亮的城市。你好，我是阿德森，我在這裡分享我的旅遊心得，尤其是郵輪的實戰經驗。現在就訂閱我的頻道，跟我一起探索葡萄牙。我到波多了，哇，這車站好大！這裡是波多最重要的交通轉運站，在長途巴士上面的那一層有洗手間、餐廳、商店，24小時的等候室可以讓你安全的等待夜間巴士，而且竟然還有免費的自助拉客，可以讓你寄存行李。整個區域很大，跟着指示走5分鐘左右就會連接到地鐵還有火車站。對一個遊客來講，在歐洲搭火車最怕的就是會遇到他們罷工，再來就是如果火車 delay 或是要更換月台，很多時候他們只會用本地的語言即時廣播，對遊客比較不友善。我這麼講是因為這件事情就發生在我身上，在一陣混亂之後，我終於搭上了對的火車。不過在葡萄牙搭 Uber 或是 Bolt 都蠻便宜的，如果你有同伴的話就更划算了。哇，很漂亮的火車站，很漂亮，有空再來好好逛。這就是我要住2晚的 hostel。這是我訂了2個晚上的 hostel， 我選的是8人房的女生房，然後這裡都是有簾子可以遮住，有一些隱私。這裡的評價非常高，明天就會知道了吧？因為聽說他們的早餐非常豐富。這間 hostel 住起來非常乾淨舒適，而且地理環境超級好，走出來1分鐘就到了最重要的觀光區杜羅河。趁着夕陽的時候，來到這一間評價非常高的餐廳，想要邊吃美食邊看美麗的夕陽。這個簡單的沙拉一個5塊半歐元，不便宜哦，因為它很小一盤。這是我點的章魚燉飯，這個章魚飯好驚豔哦！雖然切起來好像硬硬的，但是吃起來非常軟呢。但是它很鹹，然後這個飯也很油，但是很有味道，很入味。它是跟着一些小章魚塊一起炒的。從我的位置還可以看到對岸的莫羅花園，聽說在那裡可以看到最美的波多夕陽，上面坐滿了滿滿的人，聽說旺季的時候一位難求。我另外還點了1碗蔬菜湯。這一間餐廳室外的桌子不多，很幸運可以坐到有一個非常好景觀的位置，在這裡開啟我在波多的第1個晚上，實在太夢幻了。這個用餐體驗花了我34歐元。然後這裡整條街都是餐廳、bar、hotel， 上面2樓也有，氣氛真的很棒耶。今天是星期2哦，星期2有這樣的人潮。這間 hostel 的早餐果然非常豐富，後來才發現很多走朝聖之路的人都會在這裡入住，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個哦。吃完早餐了，現在去到處逛一下。波多的景點都還蠻集中的，除了去車站要搭車之外，其他時間我都是用走路的。雖然上下坡是很多，但是對我這個準備要走朝聖之路的人來講，這根本不算什麼，只是熱身而已。這裡就是維多利亞觀景台，看起來很像是一個停車場，風景是這樣子的。這是波多的證券交易所，好漂亮哦！然後前面還有一個非常廣闊漂亮的廣場。其實來之前呢，我是有計劃要搭一些船的，像這種船，他們很有名的叫做16橋的遊船，它就是帶你走在這條河上面，然後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橋，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。一個人18歐到20歐左右，也不貴。但是來到這裡之後，我發現我用走的就已經很滿足了，因為每一條小街小巷，左邊右邊，往前看跟往後看的風景截然不同，都好漂亮。
現在來到這裡，我更享受慢慢走、慢慢看，然後可以讓我用自己的時間看這個城市，不用跟着船、跟着他們的速度。這裡真的是太美了。這裡就是波多的心臟，眼前的這一片河岸風景，路易一世大橋，河岸兩邊一層又一層的可愛房子，就是這裡的經典模樣。這一座橋有上下2層，都是有人行道，可以讓我們走到對岸去。下面的那一層可以讓你輕鬆地連接到對岸的嘉雅區。如果想要去一個高點俯瞰這一座漂亮城市的話，可以爬坡到上面的那一層，或是搭這個可愛的斜坡纜車。到了上面那一層之後，先不要過橋，往橋的另外一個方向走，大概10分鐘左右就會到了主教堂。這座位在高點的主教堂已經有900年的歷史了，自帶着一種莊嚴神聖的氣勢。付費進去的話，就可以看到非常有名的藍白瓷磚迴廊，從教堂外圍俯瞰出去的風景更是美不勝收啊！哇，這是我第一個看到的朝聖之路的牌子哎！進去教堂裡面買朝聖者護照，我買到朝聖者護照了。因為是在這個教堂買的，封面就是長這樣，一本2歐元。剛剛我從大教堂那裡，沿着橋的上方，這樣一直走。過了橋之後呢，這裡就是有名的莫爾花園，這裡可以看到最美的夕陽，所以夕陽的時候這邊坐滿了人，跟一群人一起看夕陽的概念。然後在那邊我已經有看到了半隻兔子，那邊就是蛙區咯，那邊也有一區東西可以看，我待會再過去。然後在對面這裡就是修道院，我就在這個門口看一下就好了。修道院正在整修，所以我沒有待太久，很快的就走到對面的莫羅花園。整個花園其實不大，但是這裡的景色，哇，超美的。在波多最大的樂趣就是到處走，然後到處看。這個畫面是下面的那一層是學校，學生們都玩得很開心。上面那一層是住家，我看到有一個太太在餵鴿子，還有一隻貓在屋頂上玩耍，很平凡、很幸福的畫面，太夢幻了。在這個古色古香的老城區裡面，有着一個2020年的夏天才正式對外開放的 WOW 園區。進來這裡是免費的，這裡除了有幾間餐廳之外，還有幾個不同主題的特展館，那就要付費進去咯。聽說這裡有用廢物做出來的街頭藝術品，半隻兔子，但是我沒找到，我也沒有很認真在找了，我還蠻隨緣的。只看到這一隻可愛的兔子，我就離開了。就在這個 WOW 園區的周邊有很多巷子，最便宜的5歐元就可以參觀一些酒窖，或是加一些錢就可以品酒。嘉雅的河邊也是非常的熱鬧，很多餐廳供你選擇。想要一次體驗葡萄牙有名的炸鱈魚球和波多酒，就來這一間店吧。說白了，它是一間連鎖店。在葡萄牙，你可以看到很多地方都有不同規模的店，而這一間分店呢，就是公認最華麗、最具指標性的一間。最有名的就是18歐元的套餐，就是一個炸鱈魚球和一杯小的波多酒。喝完波多酒之後，這個杯子可以帶回家哦，上面還有印有日期呢。就算不打算消費，也要進來逛一下哦。還剛好遇到現場演奏這一個有163年的古董管風琴。
喝完波多酒之後呢，就去旁邊的沙丁魚店看一下。葡萄牙另外一個有名的就是他們的沙丁魚罐頭啦，這也是間連鎖店。這個集團的策略是每一間都是旗艦店，但這一間特別華麗，特別 grand。除了不同口味的沙丁魚之外，其實他們也有把龍蝦、章魚、淡菜、鱈魚做成罐頭。可愛了吧？怎麼捨得吃？你也可以這樣買一盒回去送人。它應該是給你一個盒子，然後你自己裝什麼味道的都可以。這裡還有食譜，是如何用沙丁魚罐頭變出料理。店員超好的，他問我喜歡吃魚嗎？我說喜歡。他說那你等到3點半，這裡會有試吃的。剛剛叫我留下來試吃的店員，一到了3點半就變成廚師了，還讓我確定有試吃他準備的3個口味，其中有芥末醬的最好吃。好瘋狂的水上摩托車哦！哇，真不敢相信我看到什麼！這裡竟然有少年直接從橋上跳到河裡面去。但要先提醒大家，這不僅是非常危險，而且是違法的行為，千萬不要模仿。我後來才知道，這是波多一種灰色地帶的獨特文化。最早的時候是青少年展示自己的膽識跟勇氣，後來才演變成順便也跟遊客賺取一些小費。這一條花街有很多文青小店，所以吸引了很多遊客跟學生。街上看到好多大學生都穿着他們傳統的黑色斗篷式制服，瞬間我變成了一個麻瓜，感覺自己闖進了哈利波特的斜角巷。隨意的找了一間餐廳吃豬排包配啤酒，休息一下。味道還不錯哦，豬扒很軟很入味，還熱熱的，還不錯，但是麵包沒有很脆。吃完豬扒包，來這裡吃一個蛋撻，1塊7歐元在這裡買的，然後我要帶去河邊那邊吃。這是 hostel 送的 welcome drink，hot wine 加了 7 up。我把他們給我的 welcome drink，叫他們幫我多加一些冰塊還有水，因為我不想喝醉。現在我要帶去河邊喝。這是波多很受歡迎的一個蛋撻店，內餡還是很甜，但是沒有減糖的蛋撻吧。我覺得波多是一個很誠實的城市，沒有用照片來騙你來的，它真的就是這麼漂亮，怎麼拍都好看，讓我忍不住一直拍，一直拍。讓我發現很多韓國的新婚夫妻會來這裡度蜜月，順便請人幫他們拍非常日常的新婚照片，超浪漫的，選得好。在波多的前半段，我讓自己沉醉在漂亮的河岸區，接着就出發走朝聖之路。10天之後，我又回到這個迷人的城市。你知道嗎？聖本多火車站的前半生其實有400多年是一座修道院，是100多年前才轉型為火車站。牆壁上的2萬多片藍白瓷磚就是這裡最紅的原因，是藝術家畫好之後，再經過高溫燒製，然後再把一塊一塊的瓷磚像是拼圖一樣貼到牆面上。這裡就像是波多的歷史教科書，從獨立戰爭到皇室的故事，全都被濃縮在這些瓷磚裡面。既然提到瓷磚，你一定看過很多人在這個卡莫爾教堂的外牆打卡。這裡就是最美咖啡廳啊，人好多啊！衝着它的人氣，我也來這裡見識一下。
結果我覺得很失望，並沒有傳說中的這麼美麗啊。古色古香是有了，但是少了一些巴黎咖啡廳的一些韻味。但也有可能是遊客太多了，所以掩蓋了這些人文和咖啡的氣息。如果讓時光倒流，會不會好一些呢？来這邊主要是吃它的氣氛跟名氣而已，它的東西都很普通，蛋撻也沒有很好吃，很甜。好，就這樣結束了。不經意就走到最美的麥當勞，進去看一下，真的這麼美嗎？我發現我開始有一些審美疲勞，而且裡面人超多的，逛了一圈就走了。這就是下大雨的波多。今天的天氣真的很不好，一直在下雨，连最美的夕陽也沒機會再看一次。很多店都已經提早關了，但是很幸運的，在我出發去朝聖之路之前，在這裡待着2天，天氣都超好的，看到美美的藍天，所以有很明顯的對比。現在呢，儘管是下雨，還是要去吃飯。我計劃再回到我上次在波多吃的那一間餐廳。今天選擇另外一道菜，我去看一下他們有沒有開。哦，他們不只有開，而且還要排隊呢。幸好沒有等很久，而且還坐回上次的同一張桌子呢。沒想到店員還記得我就說我有始有終，在波多的第一個晚上和最後一個晚上都在這裡吃飯。我的波多旅行就在享用這一鍋暖乎乎的牛肚中結束。接着我就坐過夜巴士出發去葡萄牙最南邊的城市法霍和拉戈斯。現在就訂閱我的頻道，還有更多內容不要錯過哦，拜。